韩国姨姨们关心福宝的隔离，简直要比国内的姨姨还要上心。昨天曾文奶爸只是露了一个身影，就在韩国被讨论到了热搜。大概的内容和我国讨论的一样，意思大体为曾文奶爸在为咱们福宝选住所了。为了福宝以后的幸福生活，饲养员和两国粉丝们可谓是替福宝操碎了心。而且今天我方前线狙击手还发来一段视频，怀疑是福宝。虽然这只小熊和福宝一样，皮肤都是黄黄的，但是仔细看可以发现，这只小熊后背的肩带是断开的，而我们福宝背后的肩带是连在一起的。而我方前线狙击手为寻找福宝现在的所在地，也是找寻遍了神树坪基地。而两个爷爷虽然现在都还没有见过福宝现在真实的样子，但是却在自己的动态里表示福宝现在过得很好。这是两个爷爷对我国饲养员们的信任，也是对福宝的信任，相信福宝不管在哪里都能很好的适应并过得很好。而虽然江爷爷现在没法拍摄福宝了，也因此把自己的节目停掉了，但是江爷爷为了思念福宝，现在每周都在坚持与福宝视频通话，也就是对我国发布的视频给韩国的福宝粉丝们翻译成韩语，这样小到小朋友，大到老年人又可以继续看到福宝最新的状态了。而且江爷爷对福宝每一个片段的画面都有新的理解和解释，可以看出江爷爷这并不是敷衍，而是真真正正的表达着自己内心里的看法。江爷爷看着福宝现在的样子，表示福宝看上去都变胖了。푸바오 너 체중이 좀 늘었을 것 같은데 나중에 사육사님한테 푸바오 체중 한번 물어봐야 되겠네. 지금 체중이 얼마나 되는지. 不知道江爷爷如果问到了，能不能偷偷和粉丝们一起分享一下？虽然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视频通话，但是也可以看出江爷爷对福宝深深的思念。不过相信很快两个爷爷就能真正意义上的见到福宝了，因为福宝现在隔离已经结束了，在神树坪基地适应一段时间就可以公开展出了，到时候两个爷爷就可以来中国看他的宝贝孙女了。而福宝的粉丝们也可以看到期待已久的福宝了。宋爷爷今天来园区陪福宝玩耍，爷爷将一片小树叶放在福宝头上，像是给福宝戴了一个小帽子。此时福宝正吃着胡萝卜，并没有发现头上有什么异样。一会儿爷爷又拿来了许多好看的卡通照片，上面画着福宝一家。宋爷爷将每张照片挨个递给福宝查看，问福宝最喜欢哪一张。福宝选了一张画有爸爸妈妈和自己合照的，福宝放在鼻子上闻了闻，看看好不好吃。福宝刚要品尝一下其味道，爷爷又给福宝换了一张。福宝怕爷爷再次给照片拿走，照片接过来后便直接放嘴里开始品尝。福宝喜欢的将自己的头完全埋进了照片里，仔细的欣赏着。就在福宝沉浸在照片当中时，爷爷伸出了罪恶的小手，又给照片拿走了，给福宝重新换了一张。福宝仔细观察着新的一张，而爷爷看福宝的小帽子掉了，想重新给福宝戴上，但这次福宝发现了爷爷的行为，一抬头给小树叶咬了下去。福宝继续欣赏着爷爷给的照片，福宝将照片放在嘴里咀嚼着。爷爷见状不好，想制止福宝，而福宝紧紧咬住，硬是不想松口。宋爷爷眼看没办法，便试图用胡萝卜和福宝交换。福宝看到有胡萝卜，欣然接受了爷爷的请求。爷爷看福宝吃胡萝卜的同时，依旧紧紧盯着自己手里的照片，看样子福宝是真的喜欢。爷爷便继续给福宝介绍着。爷爷今天对给福宝戴草帽有些执着，总是趁福宝不注意给福宝头上放个小树叶。宋爷爷和福宝都很开心，这不仅是宋爷爷在陪福宝，也是福宝反向陪宋爷爷。宋爷爷要走时还特意走到福宝身边，和福宝握了一下手，表示下次再见。爷爷离开福宝园区后，来到了乐宝园区。爷爷给乐宝带来了一个竹子包饭，爷爷还特意将竹子包饭举起来，向游客们展示了一下。爷爷用树条将竹子包饭挂在了树枝上。一会儿，乐宝来到园区，一眼便看到了爷爷挂在树上的竹子包饭。乐宝爬上小亭子，小心翼翼地站起身，但结果还是被其吓了一跳。乐宝表示，你敢吓我，那我就把你吃掉。乐宝抱着竹子包饭先舔了2口，确认了一下其味道如何。确认味道不错后，乐宝用手掌直接将竹子里面的窝头给抠了出来。这个窝头不是简单的窝头，因为里面爷爷还放了胡萝卜。一会儿吃完窝头后，画风突变，乐宝闻起了自己脚丫，可能是脚丫上沾了窝头馅儿。宋爷爷除了每天照顾福宝一家以外，也身兼引导游客的工作，顺便还会帮游客收一下垃圾，妥妥阳光大暖男。依依偶遇完宋爷爷后，便去排队看福宝了。此时的福宝刚休息完，从室内出来。福宝来到小木床上，翘着小腿，惬意地吃着爷爷放置在小躺椅上的胡萝卜。福宝愉快地将胡萝卜吃完后，开始挑选着接下来要进食的竹子。福宝拿过一根来闻了一下，味道不能说好，但也不差。
福宝将其拿在手里做备选。之后，福宝又拿过2根来闻了一下，其中1根闻着还不错，福宝浅尝了一下，然后便丢掉了。看样子这根竹子气味好，但味道不行。福宝接连挑选了4、5根，终于遇到了1根符合福宝胃口的。福宝一手握着备选的竹子，一手啃食着自己挑选好的竹子，惬意地吃了起来。一会儿等依依重新排队完再回来时，福宝已经吃饱，来到树上睡觉了。限流后的园区明显安静了许多，再也看不到拥挤的人群了。而乐宝这边更安静，此时乐宝正躺在小瀑布旁睡午觉。福宝睡醒后便来到门口等下班，让爷爷给自己打开，放自己回家。但时间明显没到，通道门并没有打开。福宝回到小躺椅上，检查了一边还有没有能吃的竹子。福宝拿起1根后又没了胃口，一心想要下班回家的福宝此时已经没了胃口吃东西。福宝坐在门口乖乖等着。这时福宝好像听到有人在叫自己，福宝竖起耳朵仔细听了一下，但发现并不是爷爷。一会儿依依再来看福宝，福宝已经休息完，重新回来营业了。福宝坐在小亭子上又吃了会儿竹子，将肚子再次填饱后，福宝来到冰床上休息。福宝的生活就是吃饭睡觉等下班，虽然生活简单，但这也是许多依依羡慕不来的。福宝在小树上睡醒后便直接来到了门口。对于福宝的生活来说，这时已经到了下班点。至于为什么没开门，肯定是爷爷忙忘点了。但爷爷也没让福宝等很久，很快便将门打开了。来看看爱宝的双胞胎熊猫宝宝一天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吧。老大正在孵化箱里睡觉，而老二则在妈妈的房间里。大熊猫幼崽需要每天补充充足的睡眠，才能快快长大。二宝此时正在挪动着身子，像是做梦了。爷爷表示，可能是梦到和福宝姐姐在一起吃竹子。虽然双胞胎宝宝都没有见过福宝姐姐，但爷爷却从小到大都在给熊猫宝宝记忆里灌输福宝的影子。二宝睡在妈妈的房间，满满的安全感，而二宝在妈妈身边是不愁奶喝的。大宝则需要爷爷每天定点定量的投喂。爷爷拿过奶瓶后，熊猫宝宝闻到食物的味道，立马张大嘴开始吮吸着。但作为女熊，就算吃饭时也不能放弃优雅。大宝翘着兰花掌，像极了妈妈那淑女的样子，小肚子缓缓起伏，很快就将奶瓶里的奶给吃完了。爷爷给熊猫宝宝擦了擦嘴，而熊猫宝宝的小肚子也比刚才有了明显的幅度。爷爷将熊猫宝宝反手抱进怀里，给熊猫宝宝轻轻拍击背部，这样可以帮助熊猫宝宝打嗝，有助于熊猫宝宝的消化吸收。熊猫宝宝在爷爷怀里不哭不闹的，很是乖巧。喂食完，爷爷将熊猫宝宝放回孵化室，熊猫宝宝在柔软的孵化箱里玩耍着。此时的熊猫宝宝还不会爬行，前后掌只能微微用力。熊猫宝宝在孵化箱用尽全力挪来挪去，但位置上并没有什么变化，这也算是熊猫宝宝的饭后运动了。直到一会儿，熊猫宝宝感觉今天的运动量已经达标了，眼皮也开始打架了，便躺在孵化箱中继续睡去。此时，熊猫宝宝身上的毛发逐渐茂密，胎毛褪去，熊猫宝宝身上的毛发也会开始变得柔软，粉嫩的小手掌和小鼻子很是可爱。而熊猫宝宝就这样在睡梦中一天一天的飞速长大，从起初的几百克到最后的几百斤。一会儿，熊猫宝宝醒来，开始今天的第2次喂食。喂食完，爷爷又给熊猫宝宝测量了一下体重。看熊猫宝宝趴在盒子里的样子，肥嘟嘟的，着实可爱。这天是福宝出生的1147天。今天姨姨来看福宝时，福宝已经来室外玩耍了。福宝坐在小木床上，安静的吃着竹子。这时福宝感觉右手边有熟悉的气息，回头看去，原来是将爷爷来看福宝了。爷爷记录着福宝吃竹子时这可爱的模样，而福宝还时不时回过头去和爷爷打招呼。一会儿，福宝吃完竹子，来到通道门口。福宝以为是爷爷来接自己回家的，福宝看向爷爷，表示自己准备好了，让爷爷快去开门吧。爷爷心想这下坏了，让福宝误会了。福宝坐在门口乖乖的吃了会儿关井竹，但是始终等不来爷爷的开门。福宝心想爷爷怎么回事儿？福宝还用小手扒拉了一下爷爷的门口，最后站起来，还在窗户上看了看爷爷到底来没来。爷爷看福宝迟迟不回去营业，爷爷只好开门跟福宝解释一下，顺便送爷爷还进来，给福宝换了一捧新的竹子。一会儿，福宝重返室外园区。福宝来到瀑布前，观赏了一下小溪流，又到小木床上打了个滚儿。今天将爷爷一直在园区上方看着福宝，而福宝今天有爷爷的陪伴，心情很是开心。开心的福宝来到爷爷的下方，给爷爷表演了个熊猫打滚儿。打完滚儿，再吃几口竹子填填肚子。但转头，福宝不知道为何小情绪又上来了，对着竹子一顿破坏。难道是因为爷爷只在楼上看着，不给福宝开门？福宝走到小瀑布里，让自己冷静了一下，
从小瀑布里出来，福宝一口气爬到了树顶。不过这次福宝爬的并不是常去的树枝，而是一侧的旁枝。这边的枝干明显比旁边的枝干要细很多。福宝在树枝上一个旋转，福宝考虑了一下，要不要回旁边的枝干上，但福宝转头回去了。看样子，福宝想体验一下新的感觉。福宝在小树枝上辗转腾挪，结果下一秒一个手滑，福宝从树上重重的摔了下来。这一下给福宝摔懵了，上一次从树上掉下来还是1年前。福宝缓了一会儿站起身，福宝摔的屁股上全是落叶。福宝走到爷爷门口，福宝想回家了，看样子福宝是摔疼了。爷爷立马将门打开，让福宝回了室内。而爷爷为了观察福宝的情况，一直在园区外面观看着福宝的状态。